喜歡看我們 PC 視頻的觀眾朋友們肯定還記得啊，我們曾經測過這個世界上最強的 X86 處理器 TR9995W， 它擁有96個 Zen 5大核，總共192線程。最為恐怖的是啊，這麼多核心的 CPU 更是隨便允許超频，又高频又多核，這就是世界上最離譜的處理器啦。但是在那期節目裡，我們有一個遺憾啊，就是哪怕用上了車規級的大冷排、車規級的大水泵和車規級的大風扇，也很難繼續往上超频，只能含淚止步 4.9G 赫茲啊。這是因為我們電源不夠大的同时呢，冷頭也太過普通了，超频後的瞬时功耗高達2000瓦。发热过于离譜，這種民用水冷頭根本無法快速的傳走熱量，這個冷排還是涼的，冷頭就已經不行了。所以我一直在想啊，到底什麼樣的水冷頭才能夠強到壓超過2000瓦的 CPU 呢？這種東西在市面上真的存在嗎？哎，沒事啊，市面上不存在，不代表我們不能自己做呀。哎呀，於是經過討論之後，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極為逆天的路子，乾脆啊也別另外裝水冷頭了，我們直接啊把 CPU 自己做成水冷頭，不行嗎？這 CPU 的頂蓋啊就是一塊厚厚的大銅板，要通過鉛焊連接導走 CPU 核心的熱量。那我們直接在頂蓋上雕刻水道，然後直接水就對着這個頂蓋噴射，這個導熱效率絕對是最高的，對吧？雖然啊，這個逆天的散熱方案好像有那麼點費 CPU 啊，但是想要壓住超過2000瓦的瞬時發熱，大概也就只能這麼幹了。實際上啊，我們這兒掌管散熱的夥計之前就做過類似的整活了，還做成了視頻啊，其實完全是可行的。只是消費級 CPU 的頂蓋實在太小了，如果換成超大面積的線程撕裂者，那豈不是能夠把水冷頭吊着打嗎？行，我們說搞就搞啊，馬上就採購了一堆老的 TR1900X來，找了一個 CNC 的機床啊，給這些老優剃了個頭，簡單做了個水道，然後再做了一個上蓋給它封上啊，先來驗證一下可行性看看啊。你看這個啊是市售的高端水冷頭的烤機效果，而這個是我們把 CPU 頂蓋刻成水冷頭的結果。你還別說，哎，真管用啊！這就隨隨便便做的一個水道都有10度左右的降溫。哎呀，我開始對這個玩法有點信心了。知道這個方案管用，我們就着手開始優化水路啦。像 TR 這種 CPU 有多個 CCD， 那麼最優的水冷方案肯定不是這種一進一出的傳統水路。像我們之前實驗用的這個方案呢，有一個 CCD 它就是散不到熱的，就有點糟糕啊。那為了做好均熱啊，我們決定先試一試做成一個3管的水路，中間進水，兩邊出水，這樣1900X的2個 CCD 啊就都能夠照顧到了，基本上就沒有溫差了。我們測下來 CPU 又直接暴降5度，效果拔群啊。不過1900X可以這麼設計，但9995W 的這個 CCD 位置和頂蓋的規格可不見得就和這個1900X一樣啊，對吧？這麼貴的 CPU 想提前開一顆來量量尺寸也不太現實嘛。那要怎麼驗證才行呢？哎，我想到一個開過9995W 蓋的人，就是普普通通的 Tony 大叔。我們拿着這個創意去問了 Tony 大叔，結果這個運氣是很好啊，他之前開下來的蓋還留着，就直接寄給我們研究了。哎呀，這下就能夠對症下藥，設計出9995的專屬水路了。這拿到蓋子之後一看啊，你還別說，這9995W 和老 TR 還真就不太一樣啊。它的2大坨 CCD 也非常的靠外側，這意味着我們要換用更細的防水膠圈，繼續往兩邊刻水道，加大頂蓋的利用率，才能夠完全覆蓋住兩邊的 CCD 啊。9995W 的頂蓋厚度也比之前要厚了0.6毫米，水槽也能夠挖得更深了。所以接下來啊，就該來看看這個微水道要怎麼設計了。這冷頭裡的鰭片該怎麼排布呢？其實我們對這個事兒是一點經驗都沒有啊，所以一開始直接抄了市面上的主流方案，做成了這種平直低水阻的水道。我們用的 CNC 的刀最細它只有0.3毫米的直徑，那麼能刻出的最薄的鰭片大概是0.15毫米的厚度，最小的鰭片間距能夠做到0.3毫米，這肯定是越小越密越好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們就按這個极限的規格來設計鰭片的寬度和厚度啦。這樣一來，還剩下一個變量，就是刀要挖得多深呢？為了找到開槽深度的最優解，我們掏出了仿真軟件來計算模擬。這仿真的結果告訴我們啊，開槽越深，水流經過的熱交換面積越大，效果是越好的。
底面厚度只剩0.15毫米的情況下 ，CPU 的温度可以控在最低。實話說，我對於這個仿真的相關性還是有點懷疑的，我怕有什麼變量沒考慮到啊，所以就幾種方案都去鑿了一遍，對吧？物理上試一下啊，發現啊，這個仿真確實並沒有瞎說啊，確實開槽越深，降溫是越強的。但是有一個被忽略的盲點，就是挖得太深之後呢，底面变薄了，它的這個均熱效果會變差，兩邊 CCD 各部分的這個溫差會變得非常大，這就不利於我們挑戰極限超頻了。而且就挖得太深啊，可能還會影響到顶蓋的结構强度，這麼大的水压冲上去，沒準直接冲变形了，對吧？所以經過權衡和測試啊，我們就決定就挖2毫米深的微水道，這樣底面的厚度呢還剩下2.1毫米的厚啊。我們還決定啊，進一步的加大水流量。怎麼加大呢？就給這個3管水路再加一路，做成4管水路。我們做了這樣一個上蓋，2進2出，管徑盡可能做大，再同時用2個汽車水泵驅動，以獲得最猛的流量啊。然後你看兩邊這2個進水口，底下呢就直接是 CCD 了啊，水是直接冲过 CCD 上方的鳍片的，確保每邊 CCD 的這個熱量都能夠被及時的帶走啊。我們一開始用直線的這種微水道啊，是想盡可能的降低水阻，但是通過仿真，我們又發現，就是這種超級水泵加超粗水管的系統呢，液體流速其實非常高，水壓也非常大，所以哪怕你把水道做成 S 型蜿蜒的，也完全沒問題。與此同時，熱交換的面積可以增大20%。並且這樣彎曲的水道能讓水產生流速梯度，還更有利於熱交換。那在做了大量的實驗，報廢了無數顆1900叉之後啊，我們就敲定了最終的這種 S 型的水路方案。相同的鳍片高度下，能比直線的鳍片設計再降低大概1度啊。同時啊，听說了我們這個逆天項目之後呢，Tony 大叔也非常大方的給我們寄來了配套的主板。華碩的 Pro WS WR-X90E 以及華碩的 Pro WS 3000瓦電源，單顆3000瓦哦。我以前只在服務器上見到過，這現在 PC 也能夠用這麼恐怖的東西了，這下就可以放心的超頻我們的 CPU 了。與此同時啊，他還給我們寄了一張很特別的顯卡，就是這款 ROG 的30周年紀念版的顯卡 RTX 5090 DV2 的 Matrix 駭客。哎呀，不愧是全球限量1000張的高端非公啊，這個包裝就看着非常的豪華。然後拿出来啊，你就看到它這個碩大的散熱器，紅黑色的外觀設計也是非常的有辨識度啊。屁股上的這個大圓盤呢，致敬了第一張 Matrix 9800 GT， 然後這個卡是出廠就解鎖到800瓦功耗的，我相信它一定非常能超频。最後再來一套 ROG 的外設顯示器全家桶，好碼配好鞍，這9995W 叉整機的配套總算也是門當戶對了啊。現在一切都準備就緒了，我們接下來就把這顆9995W 叉帶去工廠好好改造一番吧。喲，我和飄哥啊，現在已經來到了東莞的這個 CNC 的加工中心了。你想啊，我們今天可能隨隨便便就會報廢掉我手上的這一顆價值10萬塊的9995W 叉。哇，這麼離譜的活兒，那不得親臨現場來看一看嗎？沒錯啊，這個萬一啊真給他搞報廢了，我們至少好歹算是給他拍下來了啊。放心吧，不會報廢的，相信我的技術。這麼有自信？因為有工裝的。這個忘了給大家介紹了，這位老哥就是這裡負責掌管 CNC的 CC 了啊，他有15年的 CNC 經驗。那要不你來給我們介紹一下今天要用到的這個設備好了。好，可以。這是一台 T7 鑽工機，精度比較高，1到3個絲左右。然後它的這個刀具可以裝21把刀，然後是 BT30的，它可以加工什麼塑料、銅、鋁、鐵、不鏽鋼都行。這個我們的 CPU 現在刻的是用0.3的刀，非常容易斷，你手一推都會斷，所以很難加工。但是它斷掉，它對 CPU 是基本不影響，因為它很軟、很細、很軟。你還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。就保護那個貼銷，也不要跑進去腐蝕 PCB 了。CPU 頂蓋雕花這個事兒呢，我覺得我們的觀眾應該平時不太能有機會見到啊，所以在把這個10萬塊的真貨放上去之前呢，我們先拿幾個便宜的 U 來給觀眾展示一下效果好了，就看一下是怎么雕的，对吧？哎，我這有個志強啊，作為一個英特爾處理器，哎，我們必須要在上面雕一個 AMD 的 logo 啊 ，NTR， 這才合理嘛。看啊，我們的 AMD 志強 CPU 已經誕生了啊！這 AMD logo 往志強上一放，感覺一下價值連城了。那我又拿了一顆啊，那我們要不來刻點個什麼呢？刻點亮堂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來。
這個是不是有點太……哇，這太耀眼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呦太耀我天！眼了，我觉得我这个今天没戴太阳眼镜是有点失策了。我本来眼睛就小啊。哎，还是别干这种开玩笑的了，我们这还是搞点正经事儿啊。这个待会儿我们在9995上面要刻一个这个微水道，对吧？那我们还是先试验一下吧。这个精度不是很够，所以呢，我们其實也要換刀了啊。那我聽 CC 的講法是，這個東西非常容易碎，所以他備了超級多。你看，備了這麼多的刀，哦，一排。我們已經把它拿出來了，模擬的水道就做了一條0.3毫米的寬度，0.15毫米的一個鰭片厚度。最終我們會把這些所有的水道鋪滿這整個 CPU 的頂蓋。我們也該開始折磨這顆10萬塊的 CPU 了。10萬塊哦！啊，希望不要立減10萬啊！來，我們把它放進去啊。哇，真不容易啊！現在已經是第2天啊，我們終於把這個9995W 叉給刻完了，就花了19個小時啊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來，我們把它拆下來看一下啊。哎，好，給它展示一下成品，當當當，帥吧？10萬塊錢沒有報廢啊，很好了。其實可以看到，我們這一次斷了非常多把刀啊，這一共應該有13還是14把刀吧，都斷掉了，也是很不容易啊，最終做出來的這個成品。那我們就拿回上海上機測試一下看看好了。當當，這就是我們加工完的 CPU 冷頭了。哎呀，是不是看着還挺像那麼回事的呢？其實這個加工的過程中啊，還是遇到了點小意外的。我們給 CPU 外圈上的防水膠啊，纏到了洗刀上。如果是常規的 CNC 加工，其實完全沒有影響。但0.3毫米的洗刀剛性實在太低了，再加上我們設計的鰭片厚度也只有0.15毫米，這防水膠纏上去之後啊，就在開其中一條鰭片的時候，這個刻出了瑕疵，我們就只能把它打掉了。啊，好在啊，9995W 叉的頂蓋尺寸是足夠大，長短鰭片加起來足足有100條啊，這一點瑕疵是不會對散熱有什麼影響的。那麼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啊！我們首先就得確保這個水冷系統能夠順利運行，水路能夠跑通，然後才能把它裝上板子點亮啊！那趕緊就把水冷裝起來吧。這套水冷的安裝方式跟傳統水冷有很大區別。由於 CPU 本身就是冷頭，所以安裝的時候我們既不用塗硅紙，也不怕忘記撕膜。我們掏出這個剛剛給大家展示過的用一整塊銅雕出的冷頭上蓋，然後用12顆螺絲把這個上蓋固定在 CPU 上。這一步就要非常的小心啊！擰得太鬆的話呢，壓力不夠會漏水；擰太緊呢，螺絲滑牙就整個報廢了。給我們這套水冷系統提供動力的是這兩顆功率高達50瓦的博士大水泵，分別來自一輛奔馳和一輛吉利啊，妥妥的車規級，能提供巨大的水壓和流量啊。此外，我們還準備了一台壓縮機，打算主動降低水溫，來挑戰一下9995W 叉的水冷極限超頻啊。實際上，這個壓縮機是取代了冷排，那我們也給它準備了一個140升的大水箱，用來儲水啊。全套安裝完畢，我們就先通上電，讓這個水冷系統進行幾個小時的穩定性測試，確保冷頭不會漏水的同時呢，壓縮機呢也會持續的給水降溫。看起來是完全沒有漏水啊！這麼一套手搓水冷，這質量居然還算挺過關的啊。那麼是時候把這 CPU 裝上主板，開始我們的挑戰啦！哇，我們的這一套終極水冷終於給它裝完成了。對，然後排泡也排差不多了，對吧？對，到底能不能給它點亮呢？我就怕一點下去，啪嗒，嘣，然後10萬塊就沒了。應該不至於啊。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，走。看起來應該是問題不大，至少不是00啊。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水溫吧，2.5度。我們用這個壓縮機給它把這一個大水箱裡面的水給它降到了接近0度啊，這意味着就算我們這個 CPU 的功耗再高，這個大水箱的水想燒熱也需要點時間。哦，你看點亮了，至少 CPU 是好的，活的。哦，這溫度傳感器是不是有點問題？這對嗎？水溫2.6度。核心溫度怎麼還有0度的核心啊？這對的吧？墨評家這個分數反正也沒什麼好看的，我們直接烤機看啊，看溫度啊，350瓦，滿載10度，誰家烤機10度啊？300多瓦的功耗，實際上已經比這種大火爐桌面 CPU 還要熱了。14900KS 在這個功耗下都縮缸了啊。
啊，確實誤 Q。所以我跟你說，這個根本沒有壓力，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是給它上點強度。要不至少1000瓦得要吧 ？CPU 沒1000瓦能用？好 ，PBO 嘛，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沒有任何難度的，主要就是看它頻率能跑多少。哎，簡單一跑帶過吧。哎，這是多少？11G 啊，好像有哪裡不太對。人類感謝你了，我的11G。怎麼有這麼高啊？先跑一下看看啊，應該不會炸吧？應該不會真11G。多少？這啊！35萬分，這對嗎？這對嗎？看它功耗，我操！這邊顯示1800瓦，900瓦，實際上這裡才1000瓦，這說明現在系統時間放慢了1倍。啊，你看這個動畫都變慢了1倍，你發現了沒？它的時間比我們要慢1倍。是的，你看我們現在頻率是9.76 吉赫，哇，已經10吉赫了，哇，已經達成了人類目標。你說這個成績上傳算不算數呢？你可以試一下，我这个会被刪掉的。多少？19000分的2万分的2024，我靠，什麼玩意兒？然後 Cinebench 2026，趁着這個 bug 趕緊刷。7萬分的2022，好了，這輩子都沒有人能打破這個成績了，我覺得。那隨着這個令人遺憾的結局，我們這期視頻就到這裡了。哎，行了，正常 PBO 啊，正常 PBO， 你看現在頻率正常啊。那其實 PBO 全核的話應該4點幾，223，你看才1000瓦，4.7的900多瓦全核。哎呀，這分數低了1倍了呀，這17萬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分了。首發的時候已經測過了嘛。是的，這個還是那個成績，全核的溫度啊，基本上都在30多度，甚至都不到。30多度就是相當於這 CPU 還沒熱身啊。當然了，這個是在壓縮機主動降溫下跑出的溫度啊。有的同學可能也好奇啊，這個頂蓋水冷如果用常溫的冷液啊，對比常規的360一體水能強多少呢？哎，我們也測了一下，即便是用頂級的360水冷壓 PBO 1000瓦的9995W 叉，也還是會頂到95度的溫度牆。而換成我們的頂蓋冷頭後啊，即便不用壓縮機，而是用汽車冷排加汽車風扇這套最強常溫水冷呢，也能給它壓到50多度啊，直接是暴降了40度啊，這效果確實挺逆天的吧？哎呀 ，PBO 也試完了，這1000瓦太弱了，手動超點屏吧。你說吧，多少？你說多少，我幹多少。5.2。好了，進 boss 了啊。5.2應該不難啊。電壓加到多少呢？1.5吧，是吧？也是吧。小手一晃就1.5了，是吧？我怕燒了。我覺得10拿10穩。我尋思這 CPU 能跑，真頻率5.2吧，沒問題，5.2。你看我們這個 CPU 溫度啊，哇，隨隨便便2-3度，直接跑223。那我們直接開始啊，隨隨便便一下就跑完了。哦，194000，看一下 R23功耗能到多少呢？啊，你見過這個1500瓦烤機的嗎？550瓦、1600瓦的這麼一個功耗。啊，我們現在這個1500瓦的情況下，你看運行的極其穩定。對吧？沒有任何問題。然後這個溫度呢，我覺得，哎呀，有所偏低啊，這個才50-60度，這意味着5.2G 太低了，還能再超，那必須能再超呀！我覺得1.4伏的電壓就太低了呀，啊，那起碼得給它加到1.5伏。走啊，來。好，我們現在已經開機了，有5.325G 的這個頻率了，這已經是我們超到的極限了。是待機180瓦什麼概念？我們待機就相當於一顆正常16核 CPU 滿載的功耗。待機的整機是300瓦。哦。然後這個情況下，我們現在 CPU 的核心溫度也就2-3度。實際上我給大家看一下啊，現在這個水溫也就2.1度。是的，對吧？然後它這個 CPU 也就3度，這說明我們導熱效率超級高啊，導熱很好。行，那我們不多廢話，趕緊開跑。3、2、1，哇！20萬分以上了，20萬分破20萬了，不行，不能只跑個R23啊！我們要把 Cinebench 全家桶都給它來一遍。可以。咱們從 Cinebench 2024開始啊！哇，你看這個 CPU 攻略，1300多瓦，整機1650瓦，1726瓦。你看核心溫度30度，40度，這比各位家裡的電腦要涼快，比待機還涼快，好嗎？哦，出來了，9866分。哎呀，沒破萬啊，這還是差一點啊。9889，還是差點意思。哦，10080分。好，我們現在 R23 20萬 ，R24 1萬分，接下來跑2026。哇，一個個全都給它破了，哇，太牛了！它這個2026還沒出多久呢，咱們就要給它破紀錄了。那必須的。好，開始啊！隨便跑，1330瓦，穩定。50度左右，定1300多瓦，
跑分4萬多分，1478。你知道4万多分什么概念吗？啊，看这个表，这是 Cinebench 认为2026年最强的处理器啊！这是什么垃圾？我们已经把它给秒掉了。你看，竞争的这个系统啊，比我们慢2.24倍。如果 M3 Ultra 呢，比我们慢3.43倍。285K 比我慢4.54倍啊！什么玩意兒？抬走吧，抬走吧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今天成功的一次性跑完了3代 Cinebench R23、2024、2026，看看你能不能超過我們。你講的是人話嗎？我靠！那跑完這些跑分有點索然無味啊，我們是不是還能幹點別的什麼？那要不就傳統異能嘍，直接在上面打遊戲。可以，啟動。現在是2036年，我還依稀記得10年前的那場災難。頃刻間，世界上所有的顯卡都被科技公司鎖定了，只能用來跑 AI，再也運行不了遊戲了。此後10年，顯卡巨頭們再也沒有造過遊戲卡，所有帶 GPU 的設備也都被大公司徵收去運行 AI 了。好懷念10年前的遊戲時光啊，好想玩啊，該怎麼辦呢？好在啊，我還有這一顆強大的96核 CPU。微軟也曾經開發過 Warp 驅動，用 CPU 來模擬顯卡打遊戲，應該也沒問題吧？儘管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顯卡了，但是這一塊華碩的主板還是內置了一個2D 的顯示芯片，所以通過主板上的 VGA 接口啊，我們依然可以連接顯示器。這缺失的3D 圖形加速，就由我們強大的 CPU 來運算吧。哎呀，看來我們的主板電池早在10年前就已經沒電了，時間停留在了2026年。沒關係啊，這個撸啊擼的服務器好像還是允許我們登錄的。哇，我已經10年沒有登錄過撸啊擼了，沒想到啊，這個遊戲居然還在運營啊！但是由於全世界只有我們的電腦帶得動撸啊擼，所以我一個真人都匹配不到啊！沒想到啊，這個 CPU 模擬的顯卡性能還挺給力的，1080P 分辨率的撸啊擼它能夠跑到30幀啊，居然還是能玩的。如果窗口化模式720P 運行的話呢，甚至能夠跑到50多幀，接近60幀。哎呀，可惜這個最低配置要求96核的處理器，我應該是很難找到朋友跟我一起開黑了。那我也試了試10年前比較流行的原神啊，用96核的 CPU 模擬顯卡，這個效率居然也還不錯，1080P 分辨率呢也能有個10多幀啊。哎呀，雖然還是有點 PPT，但勉強還是能操作一下的。不過另一款10年前的二遊《明日方舟：終末地》的壓力就比較大了，我們跑下來呢，基本上就是2、3幀、3、4幀，連96核的線程撕裂者都帶不動，感覺這優化是不太行啊。還有優化更差的遊戲，比如這《博德之門3》呢，96核的 CPU 玩起來居然只有1幀，哎呀，這個體驗實在是太糟糕了啊！但是沒辦法呀，由於世界上已經沒有顯卡了，遊戲自然也都做不下去。如今上述的遊戲公司呢，均已倒閉了。我作為全世界唯一能夠真正跑得動遊戲的人，已經非常幸運了。哎，不跟你們多說了，我準備把我的這台機器租出去，給在座的各位一個獨一無二玩到遊戲的機會啊！這1分鐘也就收你個2萬塊吧，應該不貴吧？好在以上情節均為 AI 生成啊。那現實情況是，華碩給我們寄了這一張 ROG 的 RTX 5090 Matrix， 雖然是一張 DB2，但 Matrix 也是非常能超的。超完核心跟顯存後呢，跑分還是能夠超過原版的5090。既然 ROG 給了我們這麼一張高貴的 Matrix， 我還是決定最後把它插到主板上，搭配我們超頻 5.325G 的 9995W， 刷一下娛樂大師的跑分，那也是不負眾望的跑出了總分800多萬分啊！實際上已經要比數據庫裡的第1名還要更高了啊！但是不知道為什麼，還是告訴我只超過99.9998%的用戶，那這剩下的0.0002%到底又是何方神聖呢？有沒有人給我出來解釋一下？好了，我們這一期 CPU 頂蓋冷頭的整活是不是還挺有意思的呢？哎呀，其實買這顆 9995W 整這個頂蓋雕刻呢，也不過是個開端啊。既然這顆 CPU 還活得好好的，我們就計劃把它用在更騷的整活上。這麼多核心，這麼高頻率，能拿來幹什麼呢？啊，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啊。那如果大家還想看到更多好玩的玩機內容的話呢，就一定要關注我們極寬的頻道，別忘了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我是雲飛，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